大家好，我是鄭三，一個喜歡歷史的外行人。讓我們以外行人的角度一起學習、品味歷史故事。聽到片尾有好聽的片尾曲哦。讓我們試想一下，一個在行業裡壟斷了整整1000年的超級巨頭，到底是怎麼在短短幾年內被一家剛剛成立、毫無根基的初創小公司給活生生吞掉的？這就是我們平時說的下課上。但在1300年前的雪域高原上，這卻是一場充滿悲壯與權謀、沾滿鮮血與背叛的跨國強行收購案。被吞掉的巨頭叫做象雄古國，在它最巔峰的時候，方圓數千里，空閒數十萬。它壟斷了整個青藏高原最核心的資源，那就是生存必不可少的食鹽貿易，以及掌控所有人精神世界的遠古本教信仰。在高原的众生眼裡，象雄就是不可撼動的神，而那個下手的初創公司 CEO 叫做松赞干布。當時他手裡的吐蕃不過是剛剛遷都拉薩河谷，內憂外患，隨時可能崩盤的狼性創業團隊。兩者的體量差了整整一個數量級。如果你翻開那些粉飾过的歷史書，他們會告訴你，這場滅國之戰是因為神靈的旨意，或者是佛法對異教徒的度化。但實事求是地說，歷史的真相從來沒有溫情。松贊干布用的根本就不是什麼神力，而是現代華爾街最不恥但也最有效的商業手段。核心技術反壟斷、多輪政治融資，以及最冷酷的信息不對稱的間諜戰。今天我們點起一盞深夜的孤燈，撕開2000年前的風沙，看看這場老牌財閥與狼性新貴之間最赤裸裸的生存淘汰賽。要理解這場收購，我們得先看看象雄這個老牌大廠的底牌。在古代高原上，誰掌控了食鹽，誰就掌控了所有部落的生理命脈；誰掌控了本教的祭司權，誰就掌控了所有人的心理命脈。象雄靠着這2大絕對壟斷的核心資產，躺在穹窿銀城裡收了上千年的過路費。但是任何壟斷組織在經歷了1000年的躺轉之後，都會迎來一個絕症：組織架構臃腫、內耗嚴重，以及對外部市場迭代的絕對盲目。當時象雄的18個部落各懷鬼胎，老國王里彌夏坐在王座上，以為靠着祖宗留下的神鳥圖騰就能保他萬事無疆。他根本沒有意識到時代變了。此時在拉薩河谷，松贊干布正在經歷他人生中最殘酷的初創期。父王被叛臣毒死，內部貴族叛亂，外部強敵環伺。對於松贊干布來說，他沒有退路。如果不把象雄這個堵在頭頂上的老牌財閥做掉，吐蕃這家初創公司隨時會被窒息在搖籃裡。但要怎麼做？直接硬碰硬的打內仗？吐蕃那點剛組建的年輕軍隊根本就不夠象雄塞牙縫的。松贊干布展現出了一個頂級戰略家最可怕的特質：極度隱忍和尋找最強合夥人。既然資金不夠，他就開啟了瘋狂的海外融資。他把視線投向了高原之外的2個龐然大物，南邊的尼婆羅和東邊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國。通過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松赞干布不僅完成了政治上的多輪超級融資，甚至可以說他完成了核心技術的引渡。大唐的先進工商業冶鐵技術
和尼婆羅大唐帶來的佛教文化開始像血液一樣注入到吐蕃這個年輕的機體裡。發現了嗎？松赞干布引進佛教，在最初的底層邏輯裡，根本就不是為了個人的修行，而是為了打造一套全新的、能徹底對抗象雄本教壟斷的次世代精神武器。當老牌巨頭象雄還在懷抱着舊時代的薩滿信仰不放時，新貴吐蕃已經悄悄完成了技術和資本的原始積累。而接下來，松赞干布要下的最狠的一手棋，不是派兵，而是派去了一個人。在商戰和政治的博弈裡，最狠的手段永遠不是正面的廝殺，而是從內部把堡壘攻破。完成了海外的融資和技術引渡的 CEO 松赞干布，在動兵之前下了一手整個故事中最冷酷也最無情的棋。這手棋的名字叫政治婚姻下的信息不對稱間諜戰。他把自己最親的妹妹薩瑪噶公主嫁給了象雄的老國王里弥夏。很多人認為這是一次普通的和親，目的是為了換取兩國的和平。但事實上，這根本不是什麼聯姻，這是小公司吐蕃向壟斷財閥象雄派出的最頂級的商業間諜。象雄對於吐蕃來說太大了，大到足以吞噬一個女人的青春。遠嫁阿里的薩瑪噶非但沒有得到王後的尊榮，反而因宮廷失寵，被冷落到了荒涼的馬旁雍措湖畔。沒錯，就是岡仁波齊旁邊的那個聖湖。在聖湖凍結的無數個黑夜裡，這位吐蕃的明珠看着穹隆銀城的方向，心中的怨恨與母國的野心，最終鍛造出了一把能割斷象雄千年國運的無形之劍。象雄的老國王里彌夏太傲慢了，他以為娶了吐蕃的公主，就是收服了吐蕃這個年輕的部落。他根本不知道，這個看似柔弱的女人，就這麼默默地蟄伏在湖畔，整整持續了數年。直到有一天，松赞干布派來的密使跨越千山萬水，終於在馬旁雍措湖畔見到了公主。這位高傲的公主當着密使的面端起一杯酒，唱了一首古老而冰冷的歌謠。大致意思是，他人說象雄地域寬廣，但我放眼望去，這裡只有飢餓和風沙，這地方不要也罷。歌聲落定，公主交給使者一個死死密封的包裹。當這封唯一的密信跨越高原，在拉薩河谷被松赞干布親手拆開時，裡面沒有半個文字，只有一塊肥油，一塊瘦肉，以及30顆完好無損的綠松石。這才是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無間道。油和肉是告訴哥哥，象雄的防禦懈怠就像一塊肥肉一樣，而那30顆綠松石卻另有深意。他告訴哥哥，如果你有種出兵，就把他們當作榮耀的證明，佩戴在胸前；如果你是個懦夫，那就把他們送給女人當頭飾好了。看着桌上這30顆石頭，松赞干布徹底看清了老牌大廠的虛實。萬事俱備，只差一個翻臉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在公元642年的春天，
順着薩瑪嘎公主送回的情報，也讓這一切順理成章。其實這是個非常簡單的理由，但卻成為了最致命的導火索。象雄老王李彌夏違背了联姻的盟約，將吐蕃薩瑪嘎公主冷落放逐在了偏遠的馬旁雍措湖畔，這使得吐蕃遭受了莫大的屈辱。老王李彌夏或許是有意冷落薩瑪嘎公主，亦或許是他本身就寵愛另一位王妃，但他的政治冷暴力卻正中了松赞干布的下懷。我們能聽出來，這完全就是一個借口，其本質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高槓桿的強行收購案。就在同年，吐蕃的狼性軍队借着夜色的掩護，逆着拉薩河，像一把血色尖刀，直刺象雄的核心腹地。象雄崩溃的速度快到了讓人難以置信，上千年的垄斷，讓這個龐然大物在面臨真正的技術革新和全新的戰略兵法時，表現得像塊風乾的羊肉。薩瑪嘎公主之前布下的情報網絡，在這一刻全線激活，象雄的18個部落大半倒戈，甚至幫着吐蕃軍隊帶路。老王李彌夏慌亂之中帶兵撤退，準備依靠地勢做最後的抵抗，但他根本就不知道，薩瑪嘎公主早把他的逃跑路線，甚至每天在哪裡休息，都精準地密報給了松赞干布。在一處名為阿夏的山谷裡，松赞干布親自率領精銳騎兵進行了最精準的斬首行動。那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戰鬥，那是一場毫無懸念的屠殺。曾經在高原上壟斷了1000年的象雄古國，最終倒在了拉薩新貴的馬刀之下。金色的圖騰面具從老國王李彌夏的臉上滑落，露出了一張充滿驚恐與不甘的臉。穹窿銀城，這座在神話裡離天最近的聖城，在連天的烽火中化作了廢墟。象雄上千年的財富積累，遠古本教的經卷，還有那老牌大廠最後的傲慢，都在這場物競天擇的淘汰中付之一炬。新貴吐蕃生吞了老牌財閥象雄的所有資產、食鹽貿易和地緣權力。高原迎來了新的主人。1000年的風沙吹過，我們能帶走什麼？其實在我看來，象雄的滅亡不是因為薩瑪嘎公主的無間道，也不是因為松贊干布的狠辣。他的死因早在他壟斷了食鹽與精神權力的那一刻，就已經寫在他的基因裡了。壟斷帶來的從來不是長青，而是絕對的傲慢和組織的僵化。當一個帝國、一家企業，或者是我們個人的思維，陷入了一家獨大，還有誰的躺賺心態時，他的天敵，那個更年輕、更狼性、更懂新技術的顛覆者，就已經在角落裡磨刀了。我們根本不知道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態，
也無從知曉當年薩瑪嘎公主的真實想法。但這枝盛開在雪域的蓮花，卻又要像眾多的歷史女性一樣，背負着紅顏禍水的罵名，總覺得令人唏噓。古國已逝，當年的大鵬鳥，在雪山之巔的長鳴，已化作了高原上的皚皚白雪。我覺得，只有主動的擁抱無常，才能擁有真正的長青。如果你不主動淘汰昨天的自己，這個世界總有一個更狠、更狼性的對手，會來幫你完成這場生存的淘汰賽。今天我們以不一樣的視角，重溫這段神秘而悲壯的歷史故事。願你我在現代生活的巨浪中，都能降服內心的執着，找到那份擁抱無常的勇氣與魄力。好了，以上是我的一家之言。看歷史啊，就像盲人摸象。今天我也不知道我摸到的是不是全貌。回向众生，安寧常在。感謝各位的收聽，咱們下次再見。三藐三波多耶大智多，安毗沙室毗沙室毗沙舍，三摩揭谛娑诃。南无般揭法帝毗沙舍俱卢比琉璃，波拉波诃拉舍耶达陀揭多耶，阿拉诃帝三藐三波多耶大智多，安毗沙室毗沙室毗沙舍，三摩揭谛娑诃。三藐三波多耶大智多，安毗沙室毗沙室毗沙舍，三摩揭谛娑诃。南无般揭法帝毗沙舍俱卢比琉璃，波拉波诃拉舍耶达陀揭多耶，阿拉诃帝三藐三波多耶大智多，安毗沙室毗沙室毗沙舍，三摩揭谛娑诃。南无般揭法帝毗沙舍俱卢比琉璃，波拉波诃拉舍耶达陀揭多耶，阿拉诃帝三藐三波多耶大智多，安毗沙室毗沙室毗沙舍，三摩揭谛